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侧的五洲山南麓，它最早动工于北魏，距离我们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现如今，这边仍存留主要洞窟45个，石雕造像59000余尊。身为北魏王朝的国家工程，云冈石窟容纳了来自亚欧各洲多个国家多种文明的综合艺术元素。我们甚至能通过这里的艺术品看出北魏王朝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渊源丝线。所以这里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同时这里既是86版《西游记》中扫塔变奇缘一集的取景地，也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巡礼的第17期，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86西游记取景这个事儿，待会儿咱们到了具体的地方就能认出来。但黑神话悟空取景这个消息是山西文旅自己公布的，我一开始不知道是哪里，后来网友告诉我是在虎先锋场景出现的。将来等游戏出了之后，我们的巡礼目标就更明确了。创作不易，求个3连吧。云冈石窟要素过多，我们一期视频说不完。之前的2期视频分别说了昙曜5窟和五华洞，也就是16到20窟与9到13窟。而这一次，我们就把余下的全部10窟一口气走完。关于吃住行的建议，之前咱们在2期视频里都说了，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按照地图直奔云冈石窟的1号窟，现在1号和2号窟都在施工。除了脚手架后面的佛塔之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只好随便看看，等出11篇的时候再细说。但2号和3号窟中间这个位置一共6个洞，不知道应该怎么编号，难道应该叫 2.5 号窟？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个窟实际的编号是3-1，它的学名叫碧霞洞。你看这里隐约有一个霞字，其余的都看不清楚。这其实是当年有道人在此修行时弄了这么一个窟，所以这是一个道教窟，以此类推，里边供奉的应该是碧霞元君吧。然后我们来到3号窟灵岩寺洞，这是一个未完工的石窟，也是云冈规模最大的石窟。这个洞窟里边被掏空之后，被掏出来的石头都拿出来造了当时的大同城墙，可谓物尽其用。走进洞窟的后面，能看到3尊大型造像，主佛身上的色彩都风化没了，但依稀可以辨认出他身上穿的是通肩式袈裟。左右两侧的胁侍菩萨头戴宝冠，穿的是袒左肩袈裟，画风和之前的窟完全相反。造像身上的洞则是早期修缮时用来固定彩绘泥皮的木橛子所留下的痕迹。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几期视频，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窟的造像画风和前面不太一样？是不是感觉面部普遍圆润了，和前面4方大脸的佛不太一样？所以一直有学者认为第3窟其实是北魏开窟初唐造像，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希望未来能获得更多佐证。另外说一句，这边的3尊造像是没有眼珠的，而云冈博物馆中展出的眼珠基本都早不过辽代，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北魏的造像就是没有眼珠，辽代时的审美变化了，技术也进步了，才做出了熠熠生辉的佛眼。第3窟的附近有一处古道车辙，这是金代以前铁轱辘车留下的轨迹，也是古老驿道的一部分，更是大同昔日繁华岁月的见证。这才是古道连绵走西经，紫雀落日浮云生。然后我们来到第4窟，这个是晚期的石窟，今天先不细说，因为这边压根不让过去看，可能是有待修缮，那就等将来能去了再细说。然后我们往前来到第5窟大佛洞，站在第5窟前能看到一座木结构的4层高楼，此楼面阔5间，始建于清朝，当初曾被称为云冈佛阁或石窟摩云。它既是佛殿，也能遮风挡雨，更是现存的珍贵窟檐建筑之一。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登临呢？连悬空寺那样的建筑都允许登临，这个假以时日或许也有商量吧。阁楼的下边还有一块碑，走近了看，发现这是咸丰年间的功德碑，上边有捐款名单。走进去就来到了第5窟的前厅，因为得到了外边的阁楼保护，所以里边的保存状态也比无遮挡的更好一些。我们先看两侧的墙壁，上边画的是护法诸天，而且本土化程度很深了。这个画风当然不是北魏的，推测是清朝的作品。此外，前厅还有2块碑，深色的是康熙年间的碑，浅色的是顺治年间的重修云冈大石佛阁碑记。通往主窟的门上还有少许的蓝色悬塑，单单一个前厅要素就这么多，后边是什么样简直不敢想。
后室内的主佛高17.4米，是云冈的第一大佛。《西游记》的扫塔变奇缘一集中，唐僧所拜的大佛，便是我们眼前这尊宝相庄严的大佛。我们之前说过，早期修缮的工匠为了让佛有庄严法相，就给佛包泥上彩，做完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的。主佛之外的头光分了2圈，红圈位置是火焰纹，这没什么争议。好多资料说蓝圈是周星纹，我个人更倾向于是忍冬纹，因为北魏是草原民族，不是海上民族，见过的花草肯定比见过的船多，一家之见，仅供参考。两侧胁侍佛可没和主佛放一起，而是被放在了东西两侧的墙壁上，中间留出了道路，供参拜的人在佛下绕圈行右绕礼。在昙曜五窟的时代还没有这些规矩，但现在就都有了。现在我们来看胁侍佛，按照主流的观点，这些胁侍佛穿的是包衣薄带，脸型逐渐圆润，肩膀逐渐变成削肩，属于是中晚期特点。说到这里，我想拿一个代表早期石窟风格的，也就是昙曜五窟的胁侍造像来做个风格对比。这一对比可不得了，原来昙曜五窟的胁侍造像也是有中晚期风格元素的。我猜测昙曜五窟的诞生周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长，尤其是部分胁侍造像，他们和中间的主佛可能不是在同一时期完工的，当然只是猜测，未来还有待于验证。我们再看墙壁上的其他龛，这种俩佛坐一起的龛源于《法华经》中，多宝佛在宝塔中分半座使释迦佛坐，谓之二佛并坐这一句，也算是创立出了一个新的造像流派。门上的二佛并坐造像中间还有一棵菩提树，那是见证佛祖成道的圣树。我拍的太暗了，给你们换个官方的明亮版看一看。然后我们来到第6窟，它与第5窟是一组统一设计、统一建造的双窟，属于是云冈中期洞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的前夕。门口有一块同治年间的重修碑，对面有个卖冰棍的，冰棍两侧各有一块碑，一块不是汉字，我完全不认识，另一块是光绪年间的碑。但我去的时候，第6窟没开门，里边恍惚有电锯的声音，看来又在施工，只好继续找官方借图云逛一下。第6窟名叫释迦佛洞，属于是中心塔柱窟。这个塔柱位于窟内中央，共分上下2层，下层的4个角是镂空的千佛方柱，龛里边则是贴金彩绘的坐佛，上层的每一面则是一立佛、2胁侍菩萨的组合。尤其关注一下上层的塔柱，这个叫楼阁式塔柱，造型真的是很独特。第6窟就逛到这里，等将来它施工完毕了，我们能进去了，再仔细看其中的细节。下面我们来到第7窟西来第一佛洞，外边是1993年建的3层窟檐，整体被镶嵌在山壁里。窟内的造像年代比较早，仅比昙曜五窟晚了一点点。同样的，第7窟也是分前室和后厅的，这里前室风化比较严重，时刻只能看清一个远字，另一边黑色的则是一块上世纪90年代的老碑。不过这个前厅不是很大，走2步就已经能看到石窟的内室了。这个石窟内室的主佛已经风化得非常严重了，只能隐约辨认出这是刚才所提到《法华经》中的二佛并坐像，也就是释迦与多宝二佛。二佛上方中间是一尊焦角菩萨，它不仅两侧有胁侍造像，脚下还有2个小小的狮子。抬头看洞窟的屋顶，看起来更像是内含团联的平齐藻井。墙壁上还能看到熟悉的艾奥尼克柱和柯林斯柱头，上边这一行是非常典型的忍冬花纹，而下边这尊造像手里拿的东西叫做君池，属于是僧人常用的水具，而这里夜叉所托的位置有倒三角花纹，据资料说这是从草原毡帐的花纹演变而来的。临走之前，我们能从拱门上方看到6个一排的供养天造像，这也是比较罕见的给供养者单独供设的造像，因其身姿挺拔，体态优美，所以民间常称其为云冈6美人。最后我们来到第8窟佛赖洞，虽然外侧有建筑保护，但此窟仍然风化严重，难怪它和第7窟一样都没有和五华洞并列。前厅有块碑，但这里光线太暗了，除了游客的影子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走进后室，能看到下层有一尊风化严重的佛像，上方的佛龛比它好点，但没好太多，勉强还能认出是一佛二菩萨的造型。然后我们抬头看窟顶的藻井和飞天，也风化得很模糊，但是隐约还能看清楚飞天和团联藻井的轮廓，甚至还能看到原始的颜色，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最后我们来看墙壁上的佛龛，云冈石窟的2大主流佛龛是圆形龛和鹿形龛，这些简洁的是圆形，这些有花样的全是鹿形。这种佛龛在从犍陀罗传入中国后，便逐渐变得本土化。比如这尊出土于甘肃的佛龛，兼有圆形和鹿形龛，但外形都是中式的楼阁外形，朝代也是北魏。这2个文物是我2019年从首都博物馆拍来的，同行人仍然是老朋友南希，也就是和我同逛大足石刻的那位朋友。你说这事儿巧了不是？从第8窟走出来，我们越过之前说过的9到13窟，直奔14窟。这窟连个名都没有。
猜测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雕刻出来的石窟。门口立柱看似是新的，实际上是1994年的老柱。洞窟里边则一共有4根石柱，柱子上的造像风化都很严重，而同时拥有4根柱子的洞窟，在云冈石窟中也只有14窟这一处了。然后我们来到第15窟万佛洞，它之所以叫万佛洞，是因为这边真的有万尊佛像，但是以小佛像为主，而且风化也比较严重，细节均难以辨认，很难想象当初在刚刚雕凿成功的时候，这个洞窟之内是怎样的一种漫天神佛的场景。之后的16到20号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昙曜5窟，此处不再赘述。现在我们走完了看点最密集的1到20窟，其余的基本都是晚期石窟。大致可以分为2组，一组是西部诸窟，它们位于最西侧的位置，地势比较高，既可观看各处石窟造像，也可俯瞰山下的风景。同时它还是86版《西游记》扫塔变奇缘一集中开头众僧受难的取景地，如今有所变化了，当初的一个大山洞现在已经被堵起来了。话说西部诸窟属于是相对晚期的造像，这个时候北魏已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的官方投资停止，但民间投资仍然活跃。当然民营资本的规模普遍很小，所以这些晚期窟基本都是以小型为主，只有极个别是大型的，而且这些造像不那么受重视，所以风化程度非常严重，有相当多的都已经无法辨认出是谁了。我们能从保存相对完好的佛像身上看出，云冈晚期的佛像基本上穿的都是包衣博带，而菩萨和飞天也变得愈发本土化、世俗化，这意味着北魏的汉化程度已经变得极深，而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中国佛教也逐渐成熟起来了。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窟是39号窟塔窑洞，这又是一座中心塔式窑，这种中心塔共有5级，高6米，四面都有佛龛，而且每层都出檐，且屋檐下还有熟悉的一斗3升与人字形拱，这都被刻成浮雕了。洞窟四壁雕的则是千佛，但早已风化殆尽，模糊不清了。另一组晚期石窟则在4号和5号窟中间的山上，这边的石窟也是晚期小型为主，风化的程度就更严重了。另外山上有个龙王庙，还有个存档点。说到存档点啊，我们之前不是说这里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吗？我个人猜测，别看这2个晚期石窟区风化严重，但游客说不定还就是在这些地方取景的。只有淹没了神佛形象的洞窟才更有末法时代妖魔横行的韵味。走到石窟区的尽头，还能看到一座无名僧将塔迹，此塔始建于2019年，用的材料都是旧石材。它所纪念的是无数个在洞窟中辛勤开凿却没能在史册中留下姓名的工匠们。至此，我们就走完了云冈石窟的全部石窟，但仍然有些遗憾，毕竟有好几个洞窟在施工，纯看网图还是不够。如果有一天1、2、4、6、10、16这些窟全体施工完毕，重新开放之后，我大概率还会再去一次，并出一期11篇。除了这几个没逛到的窟之外，你还希望我细说些什么呢？可以评论区告诉我。这时候外边越来越冷，雪也断断续续下个不停，我就躲进了景区内的云冈博物馆里。进门发现门口的微笑大佛是第一个打卡区，主展厅入口是第2个打卡区，附近有不少拍照打卡的人。另一侧是文创购物区，远处的小门是洗手间，里边还有热水机，在冬天可是管了大用了。这个博物馆目前最主要的展品是书画塑像类的美术作品，昙曜雕像被放在了入口附近。另外厅内还有中国石窟的分布图，将来一定得挑时间多拍几个做出视频来。余下的展品就都是书画作品了，这就属于是我的知识盲区了。如果这位相爱过的故人能助我一臂之力多好，但往事不可追，我只好随便拍点镜头给你们看看了。这个馆里展出的文物就不怎么多了，入口附近有几件，出口附近更多一些，基本是北魏文物为主，辽金文物为辅。看这件北魏砂岩螭首，一般用来装饰靠下的位置，和安在屋檐上的辽金套兽恰恰相反。北魏在砂岩上雕的千佛掰下来是这样的，菩萨头冠吊下来是这样的，另外前面反复出现的黑釉佛眼安窗前是这个样子的。文物就说这么多了，如果饿了可以吃点自带零食，毕竟里边不冷，吃东西不怕喝风。另外这块区域也售卖零食，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羊羹也是北魏留下来的零食。如果不在这儿吃，可以出景区之后去他们的识货街，这里有各种商品，也有很多吃的喝的可供选择。等我走出博物馆时，雪下得愈发大了。在返程的路上，我看到了云冈下补遗址。明朝时有了下补，但这里地势过低，视野不好，于是又有了上补，也就是云冈补。它的位置就在云冈石窟的头顶上，历史也就此被改写。上补摧毁了原有的北魏与辽金寺庙遗存，下补则破坏了云冈石窟群的原有格局。可见明朝在边境部署防御的时候，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文化损失。但那又怎么样？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任何一个延续下来的文明都有刀剑枪炮的守护，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文明就只能剩下几块残留的文物，如同凭吊往昔的墓碑般被收藏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里。我们今天能看到相对完整的云冈石窟，除了得益于表里山河的天险之外，也得益于历代边关将士的辛勤守护。所以如今的上下部无疑也是云冈石窟历史的一部分，有他们矗立在那里，我们才能在璀璨的云冈石窟之内翻开那页漫长且艰辛的传承史。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